如果說四國遍路的第一天是移動與安頓，那麼第二天就是意志與體力的正式開端。一早拉開民宿的窗簾，燦爛的朝陽正從太平洋的海平面緩緩升起，金色的光芒灑在百萬年板塊擠壓而成的巨大礁岩上。這裡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是護甲世界地質公園。清晨6點，當大多數人還在夢鄉時，我們已經站在這片神聖的海岸線上。那一刻，心裡有一種雀躍，這抹穿透雲層的曙光，就像是弘法大師給我們的祝福，為今天長達16公里、將近28000步的挑戰拉開了最美的序幕。但修行可不會讓你太輕鬆。才剛出發，迎接我們的就是一段長約1公里的連續緩坡，目標是海拔將近200公尺的第24番醉玉奇寺。雖然高度不算太高，但背着幾公斤的重裝，加上出入土佐國的第一座寺院，還是讓大家走得氣喘吁吁。不過，空氣裡清晨的濕潤和森林的芬芳，卻一直安撫着我們疲憊的雙腿。而在這裡，我們完成了一件意義非凡的事，清理了專屬的納經帳。在遍路文化裡，這不只是一本收集印章的本子，更是我們與大師之間的契約。看着師父蒼勁有力的揮毫，蓋上鮮紅的靈場印章，那種我真的開始走遍路了的實感，深深烙印在每個人的心裡。離開24番後，是一段沿着海岸線約7公里的平緩公路。這時候，太陽的威力開始顯現，在酷曬與重裝的雙重夾擊下，體力流失的速度遠超我們的想象。走在公路上，我們也學到了一課，在日本這個右駕國家，徒步者應該走在道路的哪一側？答案是右側，因為這樣才能直面看清對向來車，確保安全。另外，大家發現了嗎？我們穿着寫着南無大師遍照金剛的白衣，這象徵着純淨與大師同行2人的陪伴。不過因為天氣實在太熱，我們一開始穿戴的方式不太標準，事後還被熱心的網友提醒指正，這也算是遍路道上的意外學習吧。沿途，我們一直看到這些巨大的鋼鐵建築，一開始還以為是立體停車場，走近一看才震撼地發現，這是日本臨海地區專門為了躲避海嘯而建的避難塔。走在這裡，能深刻感受到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敬畏與準備。抵達第25番金照寺時，我們面臨了新的挑戰，一段直通半山腰的陡峭階梯，但每爬幾階，回頭一望，壯闊的太平洋就在身後展開，這種苦盡甘來的視覺獎勵，或許就是遍路最迷人的地方。下午，體力已經消耗過半，在前往第26番金剛頂寺的路上，我們宛如沙漠中看見綠洲般，遇到了一個設備超棒的遍路休憩所。這裡居然有提供大量冰塊的制冰機，真的是佛心來着。此時雙腿早已酸痛不已的我們，做了一個自以為參與的決定，把沉重的大背包留在休憩所，輕裝攻頂最後1公里的上坡路。少了重量的束縛，大家簡直健步如飛。但萬萬沒想到，出發大概20分鐘後，隊伍裡突然傳來一聲絕望的慘叫：“天啊！納經帳還在大背包裡，忘了帶出來。”那一刻，空氣瞬間凝固，走遍路沒帶納經帳，就像戰士上戰場沒帶槍啊！要拖着殘破的雙腿走回去拿，還是就這樣放棄朱印？就在這進退兩難的絕望時刻，我們隊伍裡的老爺子霸氣登場了。他不但沒有半句怨言，反而神清氣爽地笑着說：“沒關係，這點路就當做我6月要去比 HYROX 國際體能賽的熱身吧。”話一說完，這位擁有全球前 0.5% 精英實力的超強老爺子，直接轉身往山下狂奔。當他拿着納經帳，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回山頂時，大家情不自禁地列隊為他歡呼。這絕對是今天，甚至是整趟旅程中最熱血也最溫暖的一幕。經歷了納經帳驚魂，抵達吉良川町時已經是下午2點多，這是個尷尬的時間，整條老街靜謐安詳，所有的餐廳都休息了。飢腸轆轆的我們找遍了街角，心情跌落谷底。幸好，在一家精肉店的貨架上，發現了僅存的幾盒壽司。我們隨意找了更能遮陽的角落坐下，在那一刻，這很簡單的超市壽司吃起來簡直比頂級懷石料理還要感人。遍路就是這樣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，但每一個小驚喜都是大師的慈悲。傍晚，我們終於抵達今天的落腳處——民宿幫。這間公路旁的民宿外觀看起來樸實無華，由一位年輕老闆經營。晚餐是老闆特制的無油無水健康蒸菜，新鮮的時蔬和肉片在蒸籠裡散發着原汁原味的清甜。我們一邊扒着飯，一邊笑談着今天忘了拿納經帳的糗事，
連吃了2碗飯都捨不得放下筷子。28000步的疲憊，在這一刻被徹底治癒。明天我們將繼續前行。喜歡我們的辯路故事嗎？別忘了訂閱按讚，我們明天見。